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最近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都在抱怨睡不好觉。对，我也注意到了。前两天我一个同事跟我说，他每天晚上躺床上至少得1个小时才能睡着，白天上班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这真的是现代人的通病了，你知道吗？其实睡眠这个事儿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不只是简单的闭眼休息，而是我们身体在进行一场精密的修复工程。说到这个修复工程，我想起来最近看的一份研究报告里面提到，我们睡觉的时候大脑会启动一个叫做清洁模式的功能。清洁模式听起来像是电脑的磁盘清理。还真有点像，就是说白天我们大脑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代谢废物，包括一些有害的蛋白质。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里的胶质细胞会收缩，让脑脊液能够更好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冲洗掉。这个太神奇了。所以如果我们睡眠不足，这些垃圾就清理不干净。对，长期下来就会堆积。有些科学家认为这可能跟阿尔茨海默病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系。那这样看来，熬夜真的是在透支健康啊。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很多人想睡也睡不着。我有个朋友每天晚上10点就上床了，但是脑子里各种想法转个不停，怎么都静不下来。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了，其实这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你想想，以前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节奏跟自然光线是同步的。但现在呢？现在我们被各种人工光源包围着，手机、电脑、电视，还有那些 LED 灯，到了晚上还是亮如白昼。对，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我们身体自然产生的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就是告诉大脑该睡觉了。但是蓝光一照，身体就以为还是白天，褪黑素分泌就被打乱了。所以那些睡前刷手机的习惯，真的是在跟自己的生物钟作对。没错，而且不只是光线，我们的生活压力也是一个大问题。你知道皮质醇吗？听说过，好像是压力激素。对，当我们感到压力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来应对。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制，能让我们在危险情况下保持警觉。但问题是，现代人的压力是持续性的。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确实是一波接一波。所以皮质醇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到了晚上本来应该降下来让我们放松入睡的，结果还是很高，大脑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睡不好觉，第二天压力更大，压力大了，晚上更睡不着。对，而且睡眠不足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有没有发现熬夜之后特别容易发脾气？有，我深有体会。有时候一点小事就能把我惹毛，平时根本不会这样。这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思考和情绪控制，它需要充足的睡眠来维持正常运作。睡不够的话，我们就更容易被情绪主导。难怪有句话叫睡一觉什么事儿都过去了，看来睡眠真的有治愈的力量。确实是这样，而且睡眠对记忆也特别重要。我们白天学到的东西需要在睡眠中进行巩固。这个我有印象，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总说要保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复习，当时还不太理解，现在想想是有道理的。
对，睡眠中有个过程叫记忆巩固，简单来说就是把白天临时存储在海马体里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保存。如果这个过程被打断，学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那些通宵达旦准备考试的学生，其实是在做无用功。也不能说完全无用，但效率确实很低，而且熬夜之后，注意力和判断力都会下降，考试的时候反而容易出错。说到注意力，我发现睡眠不足的时候开车都特别危险，有时候在红绿灯前面都能走神。这个问题很严重，据统计，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数量惊人。有些研究发现，连续17到19个小时不睡觉，反应能力就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达到 0.05 的醉酒状态。这么严重？那我们平时熬夜加班，第二天开车上班，岂不是很危险？确实存在风险，所以如果真的睡眠不足，最好选择公共交通或者让别人代驾。安全第一。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睡眠重要，但就是做不到早睡。你觉得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觉得首先要建立一个睡前仪式，就像小孩子睡前要听故事一样，成年人也需要一些固定的动作来告诉身体该睡觉了。比如睡前1个小时关掉所有电子设备，调暗灯光，可以听听轻音乐，或者看看纸质书。有些人喜欢泡个热水澡，或者做一些简单的拉伸运动。泡澡这个我试过，确实有用。热水能让血管扩张，体温升高，然后出来之后体温下降，这个过程会让人产生困意。对，你说的很对，体温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睡眠信号。其实我们的体温在一天中是有规律变化的，晚上会自然下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困倦。所以睡觉的时候房间温度也很重要。没错，一般来说，卧室温度保持在16到19度比较合适。太热的话，身体散热困难；太冷的话，又容易被冻醒。除了温度，还有什么环境因素需要注意的？光线和声音，卧室要尽量暗一些，如果做不到完全黑暗，可以用遮光窗帘或者眼罩。声音方面，要么保持安静，要么用一些白噪音来掩盖突然的响声。白噪音是什么？就是那种频率均匀的背景声，比如风扇的声音或者雨声，这种声音能够掩盖其他不规律的噪音，让人更容易入睡。原来如此。那床垫和枕头呢？这些会影响睡眠质量吗？当然会，一个合适的床垫应该能够支撑脊椎的自然曲线，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枕头的高度也要合适，保证颈椎处于自然状态。这个因人而异吧，有些人喜欢硬床，有些人喜欢软床。对，确实因人而异，关键是要让自己感到舒适。早上起来不会腰酸背痛，如果经常醒来后感觉身体僵硬，可能就需要换床垫或枕头了。说到醒来，我有个问题，有时候明明睡了8个小时，但还是觉得很累，这是为什么？这可能跟睡眠质量有关。睡眠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还要看深度。我们的睡眠分为几个阶段，包括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能具体说说这几个阶段吗？好的，浅睡眠是刚入睡的阶段，这时候很容易被吵醒。然后进入深睡眠，这是最重要的恢复阶段，身体会分泌生长激素，修复组织。
最后是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做梦的阶段，对记忆巩固很重要。所以如果总是在浅睡眠阶段被打断，就算睡得再久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睡了很久还是觉得累，可能是睡眠环境不够安静，或者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问题，导致睡眠质量不高。睡眠呼吸暂停听起来挺严重的，确实需要重视。这种情况下，人在睡觉时会反复出现呼吸停止、大脑缺氧，就会频繁醒来。虽然自己可能意识不到，长期下来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很大。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经常打鼾，而且白天总是犯困，即使睡眠时间充足也是如此，就要考虑这个可能性，最好去医院做个睡眠监测。健康问题确实不能忽视。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比较多。对，生活习惯的调整往往能解决很多睡眠问题，比如说饮食，晚餐不要吃得太饱，也不要吃太多刺激性的食物。咖啡肯定是要避免的吧？对，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6个小时，也就是说下午2点喝的咖啡，到晚上8点还有一半在体内，所以如果有睡眠问题，最好下午2点之后就不要喝咖啡了。那茶呢？茶里面也有咖啡因。茶的咖啡因含量相对较低，而且茶叶中还有茶氨酸这种成分，有放松的作用。不过敏感的人还是要注意，尤其是浓茶。酒精呢？有些人说睡前喝点酒有助于睡眠，这是个误区，酒精确实有镇静作用，能让人快速入睡，但它会影响睡眠质量，特别是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而且酒精代谢之后还可能导致早醒。所以用酒精助眠是得不偿失的。对，而且容易形成依赖。真正健康的助眠方法应该是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说到习惯，我觉得规律作息特别重要，但现在很多人工作时间不固定，怎么办？这确实是个挑战。如果工作时间不固定，至少要保证睡眠时长，比如说今天晚睡了，明天可以晚起一点，但总的睡眠时间要够。那周末补觉有用吗？适度补觉是可以的，但不要补得太多。如果平时每天睡6个小时，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反而会打乱生物钟。一般建议周末的睡眠时间不要比平时多2个小时以上。原来如此。那如果已经失眠了，有什么应急的方法吗？如果躺在床上20分钟还睡不着，最好起来做一些安静的活动，比如看书或者听音乐，等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不要在床上翻来覆去，这样会让大脑把床和失眠联系起来。这个建议很实用。还有吗？可以试试深呼吸或者渐进性肌肉放松。深呼吸就是慢慢吸气，然后慢慢呼气，专注于呼吸的节奏。渐进性肌肉放松是从脚趾开始，逐步放松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听起来有点像冥想。对，冥想确实对睡眠有帮助，它能够平静心神，减少那些让人睡不着的杂念。现在有很多冥想的应用程序可以跟着练习。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有时候越担心睡不着，就越睡不着。你说的对，这叫做睡眠焦虑，是很常见的现象。有些人一到晚上就开始担心今晚又要失眠了，结果真的就失眠了。那怎么打破这个循环？
首先要接受偶尔失眠是正常的，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其次，可以转移注意力，想一些愉快的事情，或者做一些想象练习。想象练习是什么？比如想象自己在一个安静美丽的地方，海边、森林或者草原，专注于想象那里的景色、声音和感觉，这样能够转移注意力，让大脑放松下来。这个方法我要试试。对了，运动对睡眠有帮助吗？有，但要注意时间规律的运动能够改善睡眠质量，但不要在睡前3个小时内进行剧烈运动，因为运动会让体温升高，让人兴奋。那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早上或者下午都可以。早上运动能够帮助调节生物钟，下午运动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如果晚上想运动，可以选择一些轻柔的活动，比如瑜伽或者散步。瑜伽确实很放松。我有个朋友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些简单的瑜伽动作，他说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了。瑜伽结合了身体拉伸和呼吸调节，对放松身心很有效果。特别是一些针对睡眠的瑜伽序列，专门设计来帮助入睡。除了这些方法，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卧室的用途要单一化床，只用来睡觉，不要在床上工作、看电视或者玩手机，这样能够建立条件反射，一躺到床上，大脑就知道该睡觉了。这个我做的不好，经常在床上看手机。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但确实不利于睡眠。如果实在要用电子设备，可以在其他地方用，或者至少要调成夜间模式，减少蓝光。说到蓝光，现在有那种防蓝光眼镜，有用吗？有一定作用，但效果有限。最好的方法还是减少晚上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如果工作需要，可以把屏幕亮度调低，或者使用专门的软件来过滤蓝光。看来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习惯。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晚睡强迫症，明明很困了，但就是不想睡。这种现象叫做报复性熬夜。白天被工作或学习占据了所有时间，晚上就想要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哪怕只是刷刷手机也好。对，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早睡了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要意识到熬夜的代价。与其用熬夜来获得自由时间，不如提高白天的效率，或者重新安排时间分配。或者可以把一些娱乐活动安排到早上，比如早起半个小时看看书，或者听听音乐。这是个好想法。早上的时间往往质量更高，精神状态也更好。而且早起还能帮助调节生物钟，让晚上更容易入睡。不过早起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个挑战。确实，改变作息需要循序渐进，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睡觉和起床，慢慢调整到理想的时间，急于求成往往会失败。耐心很重要。对了，我听说午睡也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对，午睡时间太长或者太晚，确实会影响夜间睡眠。如果要午睡，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而且不要超过下午3点。为什么是20到30分钟？这个时间长度能够让人进入浅睡眠，得到休息，但不会进入深睡眠。如果睡得太久，醒来后反而会感到昏沉，而且会影响晚上的睡眠驱动力。睡眠驱动力是什么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想要睡觉的冲动。我们醒着的时间越长，睡眠驱动力就越强。如果午睡时间太长，就会消耗一部分睡眠驱动力，晚上就不那么困了。原来如此。那对于那些必须上夜班的人，有什么建议吗？夜班工作者确实面临特殊的挑战，首先要尽量保持规律，即使是倒班也要有固定的模式。其次，白天睡觉的时候要创造一个类似夜晚的环境，使用遮光窗帘，保持安静。家人的理解和配合也很重要吧？对，这一点经常被忽视，家人需要理解夜班工作者的作息时间，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保持安静，不要随意打扰。说到家人，孩子的睡眠问题也让很多父母头疼。儿童的睡眠需求和成人不同，新生儿一天要睡16到18个小时，学龄前儿童需要10到13个小时，学龄儿童需要9到11个小时。这么多，现在很多孩子都睡眠不足吧？确实，学业压力、电子设备的普及都在影响孩子们的睡眠，而睡眠不足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学习能力和情绪调节。那怎么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首先要建立固定的睡前程序，比如洗澡、刷牙、听故事。其次要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睡前至少1个小时不要接触屏幕。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白天活动，让孩子消耗足够的体力。听故事这个传统真的很好，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帮助孩子放松入睡。对，而且故事的内容最好是平静温和的，不要太刺激或者恐怖。有些父母喜欢给孩子讲冒险故事，结果孩子越听越兴奋，反而睡不着了。哈哈，这个要注意。那老年人睡眠有什么特点吗？老年人的睡眠模式会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往往睡得比较早，醒得也早，而且夜间容易醒来，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变化。所以老年人睡眠时间短一些是正常的。对，老年人每天睡6到7个小时通常就够了，但如果白天总是打瞌睡，或者夜间频繁醒来，影响到生活质量，就需要关注了。可能跟一些慢性疾病有关，有可能比如关节疼痛、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都可能影响睡眠，还有一些药物也会有副作用。所以老年人如果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最好咨询医生。说到药物，安眠药能解决睡眠问题吗？安眠药在短期内确实有效，但不是长久之计。长期使用可能产生依赖性，而且停药后失眠问题往往会反弹。那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用药？如果失眠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而且通过改善睡眠习惯等方法都没有效果，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但同时还是要配合行为治疗。行为治疗是指什么？主要是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人们改变对睡眠的错误认知和不良习惯。比如有些人认为必须睡够8个小时才行，这种想法本身就会造成压力。确实，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对，有些人天生就是短睡眠者，每天睡5、6个小时就够了，精神状态也很好，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模式。那怎么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充足？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白天的精神状态。如果白天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情绪稳定，那说明睡眠质量是好的。如果总是犯困、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存在睡眠问题。
这个标准很实用，不过有时候工作压力大，即使睡够了，也会觉得累。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是身体疲劳还是心理疲劳。如果是心理压力导致的，单纯增加睡眠时间可能效果有限，还需要学会压力管理。压力管理和睡眠确实是相互影响的。对，这是一个循环，压力大会影响睡眠，睡眠不好又会增加压力，所以要从2个方面同时入手，既要改善睡眠，也要学会减压。减压的方法有哪些？运动、冥想、听音乐、和朋友聊天，或者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定期释放压力。说到兴趣爱好，我发现有些活动确实有助于睡眠，比如读书，特别是一些比较平静的内容。对，阅读是很好的睡前活动，但要选择纸质书，而且内容不要太刺激。有些人喜欢看悬疑小说，结果越看越兴奋，反而睡不着了。哈哈，我就是这样，有时候看推理小说看到半夜根本停不下来。这种情况可以把刺激性的内容安排在白天看，晚上选择一些轻松的散文或者诗歌。音乐呢？什么样的音乐有助于睡眠？一般来说，节奏缓慢、旋律优美的音乐比较好。古典音乐、轻音乐、自然声音都可以，重要的是音量要适中，不要太大声。我有个朋友喜欢听雨声入睡，说特别有安全感。雨声确实是很好的白噪音，很多人觉得这种声音有安抚作用，可能跟我们在母体中听到的声音有关。原来如此。那香薰呢？我看很多人用薰衣草精油助眠。薰衣草确实有放松的效果，但要注意不要用得太浓。有些人对香味敏感，反而会影响睡眠，而且要选择天然的精油，避免化学合成的香料。天然的比较安全，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对，睡眠是个很个性化的事情，别人有效的方法对你不一定有用，需要多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睡眠策略。而且要有耐心，改变习惯需要时间。没错，一般来说，建立一个新习惯需要21天到66天的时间，所以不要期望立竿见影的效果，要坚持下去。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重视睡眠。很多人把睡眠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实际上它对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对，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投资健康。充足的睡眠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情绪，增强免疫力，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好的睡眠还能让人看起来更年轻。我发现那些睡眠质量好的人，皮肤状态都比较好。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睡眠中身体会分泌生长激素，促进细胞修复和再生。睡眠不足的话，皮肤老化会加速，还容易出现黑眼圈、眼袋等问题。所以说，睡眠是最好的美容方法。哈哈，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而且睡眠充足的人精神状态好，整个人看起来都会更有活力。确实，一个人是否睡得好，从外表就能看出来。对，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把睡眠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对待，不要总是想着再玩一会儿手机或者再工作一会儿，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说得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熬夜做的事情，第二天精神好的时候，可能半个小时就能完成。没错，睡眠不足会严重影响效率，与其熬夜低效率的工作，不如早点休息，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去做。
这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对，睡眠就是在磨刀，刀磨得锋利了，砍柴的效率自然就高了。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睡眠的话题，从睡眠的重要性到具体的改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改善自己的睡眠。是的，睡眠虽然看起来是个简单的生理需求，但其实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我们用心去调整和改善，相信每个人都能拥有更好的睡眠质量。最后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改善，而且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有些睡眠问题可能需要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对，不要讳疾忌医，现在有专门的睡眠医学科能够提供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好的，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甜美的梦乡，每天都能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晚安，好梦。